欢迎大家观看 Bitcoin SV 智能合约开发系列教程，我是 Ascript 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兼 CTO 王一江。Ascript 是 Bitcoin SV 网络上专用的智能合约高级开发语言，它的目标是使开发者能够高效便捷地开发安全经济的比特币智能合约。除了这个专用的语言之外，我们团队还提供了多种与之相关的开发工具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基于 VS Code 和 Web 的专用开发 IDE， 为其他各种应用语言，例如 JavaScript、TypeScript 开发者提供的集成 SDK， 以及帮助开发者快速入门的合约示例工程等等。本视频系列的教程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使用 Ascript 语言开发比特币智能合约的相关工具、服务以及示例合约的深入讲解介绍。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快速学习和使用 Ascript， 构建出更具有创新性、实用性以及低成本的区块链应用。好的，那下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 Ascript 智能合约开发工具简介。那在正式进入我们今天主题之前，我还是想跟大家再深入的聊一下 Bitcoin Transaction 和 Ascript 智能合约的关系。那么，我想先带着大家回顾一下上一讲所讲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比如说 Ascript 的智能合约和比特币脚本以及 UTXO 之间的联系。在上一讲中，我们说过 Ascript 的智能合约实际上最核心的功能是在于如何设计public function 里面的这个校验逻辑。它通过传入参数的一系列类似断言性质的检查，只有满足所有要求的解锁脚本才能最终花费这个 UTXO。那么下面让我们来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这是如何做到的。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itcoin Transaction 的内部数据结构。这是我从learnmeabitcoin.com 上截取的一张 Bitcoin TX 的数据结构图。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其中的核心字段。首先，我们看这个图上，实际上和一个嵌套的这个 JSON 结构体是等价的。那么它实际上有两层结构，第一层结构是基本上就是包括 version、input count、inputs、output、output count 以及 log time，这是第一层结构。第二层结构呢，就是分别是对应 inputs 里面的一个数据结构和一个 output 里面的数据结构。这个整体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外层的这个 inputs 和 outputs， 实际上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输入和输出的数据结构。它们这个 input count 和 output count 分别对应它这个指示，它们分别有几个 input 和几个 output。那 input 里面又包括这几个字段TX ID。TX ID 是之前的这个 TX 唯一 ID， 相当于它前项花费的这个 TX 的唯一 ID。Vout 是前述要花费的那个 TX 的 outpoint index， 这是 Vout。script sig size 其实指的是解锁脚本的大小。那 script sig 就是我们所说的解锁脚本。这里的 sequence 是一个序列号。output 里面包含的重要的字段，这个 value 是指的是其中被在这个 output 中锁定的可以被花费的 satoshi 的数量。script pub key size 是指的是锁定脚本的大小。那 script pub key 就是我们所说的锁定脚本。那整个 Bitcoin TX 的结构实际上跟我们上一讲中在讲 UTXO 的时候讲的那个结构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这里面会看得更细节一些。那么 Ascript 的合约和 TX 究竟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在深入的了解了 TX 内部结构之后，我们回头再看一看这个 Ascript 是如何和 TX 进行关联的。那实际上的本质的这个最核心的关联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是说，合约编译形成的其实是一个脚本的模板，它可以用我们可以用构造函数的这个参数实例化这个模板，从而形成交易输出中的锁定脚本，这是跟这个 ASCRIPT 合约和transaction 中这个 output 的锁定脚本的关系。那么 ASCRIPT 合约中的 public function 参数，实际上最终就是交易输入中的全部或者是部分的解锁脚本。那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那 public function 它的核心的逻辑就是要校验说你给定的这个参数进来是否能够去正常的运行完你的这个解锁的逻辑。这就其实是script 的合约和 transaction 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联系。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 script 的合约实际上是包含在 Bitcoin transaction 上下文中的。那么有了这一层的上面的这个理解，我们就可以来这样定义 script 的智能合约的部署和调用过程。这个部署 transaction 实际上是创建首次将合约编译结果作为 UTXO 锁定脚本的 transaction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调用这个 TX 调用合约的交易是指的是创建花费由该合约实例之前产生的 UTXO 的 transaction。这个地方可能是有点绕，但是实际上核心的意思就是说，Script 的智能合约在部署的时候，实际上是第一次作为UTXO 锁定脚本被使用的这个 transaction，我们可以称之为部署的 transaction。那么在此之后，继续调用这个已经部署过的 transaction 的后续的这些 transaction，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这个 Script 的合约的调用 transaction。这样相当于是整个合约和 transaction 的一个联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联系之后呢，我们可以来对 Script 合约进行一个分类。那我们可以把 Script 的合约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一个是无状态合约。无状态合约实际上就是指的是单次部署加单次调用的这个合约，那它意味着对应着两个 transaction，一个是部署的 transaction，一个是调用的 transaction。一次调用结束之后，后续就不会有其他的继续再调用这个合约，就相当于这个合约就已经结束了，实例已经结束了。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有状态合约。有状态合约实际上对应的是单次部署 transaction 加多次调用 transaction。那实际上它是有后续可能有 n 个 transaction，n 是大于等于2的吧。那这个相当于是说我一次部署的合约，后续可能有多个产生多个调用的 transaction 去调用这个实例。好，有了前面这个比较宏观的和抽象的这个认识之后呢，接下来我想通过一个手把手的这个合约开发的实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使用 Ascript 相关的工具来开发一个完整的入门级别的这个Ascript 的智能合约。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呢，是有两个。第一个是首先需要安装 Ascript 的 VS Code IDE，这个我们等会儿可以看一下。第二个呢，是我们需要去克隆下载这个我们这个 Boilerplate 项目，这是一个能够让大家快速去熟悉和上手的一个我们在 GitHub 上开源的一个项目，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 OK，首先让我们把这个IDE 打开。对，我们用这个 VS Code 的这个 VS Code 的这个 IDE 在插件里面搜索 Ascript，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最新的Ascript 的插件的这个版本。这个插件呢，之前我们也介绍过，是我们提供的专门为开发 Ascript 的智能合约所提供的一个 IDE 集成环境。那它的这个
拥有的这个 features 呢，就是它的这个功能呢，还是比较全面的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大概先看一下啊，包括就比如说像语法高亮呀，像这个去在这个编辑过程中有一些像go to definition 呀、hover 呀，就是提示呀、智能提示呀，然后这个呃包括代码的这个 refactor 的时候的重命名呀，然后包括自动补齐。这些然后函数的这个像函数的 signature 就是函数的这个签名儿，它的这个签名儿的提示，像这种动态的实时的编译，就是你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会自动的这个编辑器 IDE 会自动的去编译给你当前的这个合约产生这个编译的这个结果，然后动态的去告诉你哪个地方有一些语法或者是语义上的一些错误实时的进行一些提示，然后包括这个 document 的 format 就是格式化你的这个文档，然后这块儿就是说你还可以进行右键直接在这个 IDE 里面进行右键编译进行右键的合约编译，然后包括我们还之前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Premium 的一个 feature，就是一个付费的 feature，就是说可以在支持 script level 级的 debug，那相当于说我的这个合约可以编译成 script 脚本之后，你可以在这个脚本级别去插设断点呀，然后去单薄执行呀什么的这是一个付费的一个 feature。对，然后安装了这个插件之后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去克隆下来这个 GitHub 上克隆下来这个boilerplate 项目。那我这儿呢，其实为了方便，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个项目克隆下来之后呢，大家一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档里面说的就是基本上快速开始里面会说，克隆下来之后，大家需要运行 npm install，然后 npm test 就是可以去跑所有的这些测试。然后这个项目本身的结构，我大概先说一下吧。这个项目实际上是收集了很多这个 ASP 的示例合约那基本的这个目录结构在 contracts 里面是放了我们现有的所有的这个一些示例合约。这个合约呢有一些是ASP team 自己写的就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一些这个第三方的这些就其他的一些这个开发者他们所提交的这个 PR，然后我们合进来的。那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合约的有很多这个合约内容可以供大家去学习和使用基本上也都是非常，有些是比较基础的，有些是还是有一定的深度的一些合约这是 contracts。然后呢，这个 tests 里面是整个这个合约写的 unit test，为每个合约写的 unit test，然后我们可以支持 JS 和 TS 两种。那现在目前是以 JS 的这个 test 可能为主，基本上和之前的这个 contracts 是一一对应的，相当于有一个 ASP 的 contract 就会有一个它的这个 JS 版本的 unit test，基本上它们是一一对应的。同样道理就是说，在 deployments 里面也会有跟刚才这个合约相对应的这个 deployments 的 JS。那但是在 deployments 这个文件夹里面，实际上这里面的 JS 是用于像测试网部署和调用合约的这样的 JS 文件它和 unit test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稍后我们会更加详细的去讲解一下这个它们到底之间的区别是什么。OK，这个 boilerplate 项目呢，相当于就是一个基于 JS 的一个，让大家能够快速去开始构建或者是去学习 ASP 的智能合约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大部分的之后的一些课程的或者是讲解的话，基本上也会以这个项目里面的合约为主，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好，那让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么这个做好了这两个准备工作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入门合约的开发。那这个需求呢，实际上也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想实现一个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随堂测验的这个测验合约啊。你可以想象，这个大家可能看着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也有些人也会感到亲切啊，有可能这个正在给孩子辅导功课什么的，因为这个基本上是可能是大概是初中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数学的一个教学内容吧，就是说求解二元一次方程组。我们可以看，基本上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简单示例啊，就是 x y 是两个变量，然后给定一个这样的一个二元方程组，然后让你求解这个 x y。那假设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这个需求你可以想象是，比如说，我是一个这个教数学的老师，然后那我在课堂上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刚讲完这个如何解二元一次方程，那现在呢，我想做一下随堂的测验啊，这个随堂测验就相当于是我出一道题，然后下面的同学来进行解答，谁能最快正确的解答这个题目的话，就会有一个 bonus 的一个奖励。那当然呢，我们是把这个整个出题和奖励验证和奖励的过程，用一个智能合约来替代。这是我们的需求。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背景知识需要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因为可能大家时间离这个时间也比较长了。就是一般的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话，它可能有这么几种情况有这种无解的情况，或者是有唯一解的情况，或者是有这种无数解的情况。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假设呢，就是说我们要出的这个题是要求有一个唯一解的那这个有唯一解的这个条件也相当于是比较简单，就是说在看我们这个公式里面，实际上唯一解的条件是 b 乘以 a2 减去 b2 乘以 a1 不等于0，就是它的这个系数，前面的这个系数，刚才说的这个 b1 乘以 a2然后不等于 a1 乘以 b2，就是它们的交叉相乘，结果不相等，那它就会有唯一解这是一个基础知识，我们等会儿这个开发的时候可能会用到。OK，那下面我们就进入正式的这个开发的这个环节。好，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这个 IDE，然后新创建一个合约，比如说我们先保存一下这个文件吧，这个文件我们可以就叫quiz 点 ascript， 同样是保存在这个 contracts 这个文件夹下面。OK， 然后我们来尝试写一下这个合约 contract quiz。对，首先我们刚才的这个，我们可以参照我们刚才的这个需求然后我们可以这样设计，就是说我们的合约的初始化构造函数呢，相当于是我们用这6个系数来做这个合约的构造函数的参数，然后呢，解锁这个 public function 实际上是一个解锁函数，那这个函数呢，我们需要验证它给进来2个参数，一个是 x 的值，一个是 y 的值。那么整个合约是去验证这个给参数提供的x 值和 y 值是否是我们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的解这个需求也比较简单这个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设计就是利用这几个参数和系数去做这样的一个合约。那我们来尝试写一下这个代码OK， 我们声明了一个 contract 之后呢，我们先这个声明一下它的这些系数对，我们这里基本上假设我们现在求的是整数的这个解，对，就是这个系数和我们求解的这个都是整数，非整数我们暂时不考虑。对，然后我们现在写一个这个构造函数。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我在写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动态编译的过程就一直在进行。那么，它的这个也会适时的会去报一些错误。
当然我们在这个 type 的过程中，这些错误其实可以暂时忽略的。构造函数构造函数 OK， 它现在标红，然后我们需要一个 public function。这个 public function， 比如说我们叫 submit answer， 需要提供两个参数，一个是 x， 一个是 y。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说的这个构造函数，实际上我们是传入了6个参数，然后呢，我们来用它构造这个二元因次方程组。那这个地方呢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把它直接赋给我们这个合约的相关的这些纯元变量。br 等于 br this 点 cr 等于 cr。OK， 构造函数是完成这个变量的初始化。那么这个解锁函数怎么写呢？非常简单，就是直接用这个二元因次方程组来表示就行了。就是我们是 require a1 乘以 x 加上 b1 乘以 y， 它是需要等于 c1 的这是第一个条件。 OK， 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说 A1 对 A1， 因为我们这是实际上应该是用它的乘元变量，所以如果在这儿直接引用 A1 的话，它会报这个一个变量找不到的一个错误，所以我们这地方可以改成 this 点 A1 this 点 B 等于 this 点 C。 对，这是第一个条件，相当于满足二元因次方程组的第一个这个相等的等式。那同样的呢，那我们第二个等式就是再加一个条件require this 点 A2 乘以 x 加上 this 点 B2 乘以 y 等于 this 点 C2。 OK， 这是作为我们第二个条件。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个最简单的这个合约就已经完成了，大家基本上可以看到非常简单，就是我们通过初始化的时候传入6个参数，这个系数就相当于把系数全部传进来，然后就锁定了这个二元因次方程组。然后呢 public function 相当于是在提交答案的时候需要被调用的，那它传进来2个参数，就是分别是 x y 的值。那么我们在这个核心逻辑里面就是去检验这个传进来的 x y 值是否符合我们的这个二元因次方程组。那这个合约开发完之后呢，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步需要去验证一下这个代码有没有问题，对吧？那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验证和调试。那怎么调试呢？我们这里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Ascrypt 的调试方法一般是说在我们会有一个 debugger 对，这个 debugger 的话是用来调试 Ascrypt 的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功能。那么当然，首先为了调试 Ascrypt 的这个合约，我们需要先创建一个这个 debugger 的 configuration。那这个是在 launch 点 JSON 这个是在点 VS Code 下面有个 launch 点 JSON file。那这个 file 里面可以创建这个 debugger 的这个 config。Boilerplate 项目里面其实已经有了这个 launch 点JSON 的这个 config， 它里面包括很多个这个合约的这个 debugger 测试的配置，所以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拿下面的这个拷贝来拷贝一个，然后进行一些修改就可以用了。比如说这里边我们需要修改哪些东西呢？名字，比如说刚才我们是拷贝了这个 debug demo 的 config， 那我们现在来说 OK， 我们现在是要 debug 这个 quiz。quiz OK easy sorry easy。 然后这个 program 的合约呢，就是刚才指向我们刚才说的 quiz 点 script。 这个 construct arguments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在构造函数的时候需要传进来的这几个参数。那么比如说我们传进来的这个参数需要是一个
可以是一个数组。那比如说我们随便写一个应该有整数解的吧，-14 -1 10，然后2 1 8。OK， 那实际上这个参数就是代表着两个等式，就是 4x 减 y等于10，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 2x 加 y等于8，这是第二条等式。所以我们实际上要解的就是这个，要验证的就是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的，用这个系数做系数的二元一次方程组，它给定的这个解是对的。那这个 pub function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要调试的这个public function 的名字，我们这里面是叫 submit answer， 对，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 submit answer。然后 pub function arguments 就是说我们需要传进来的这个 xy 的这个参数。那假设我们先随便传一个吧，比如说1，假设我们判断这个 xy 都是1。那现在呢，我们来尝试 debug 一下这个合约。那首先就是说，为了 debug 合约，需要在这个 debug console 里面选择相应的配置文件。那我们现在选择刚刚写好的 debug quiz 这样的一个配置。这个时候，我们通过 F5的这个功能键就可以启动 debug 了。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就相当于启动了 debug 之后呢，现在是停在了这样的一个地方debug 好像是中断了这个地方抛出了一个 error， 说 error will be thrown after this execution of line， 就相当于说在这一行执行之后，代码就会出错了。所以我们需要可以在这个地方 check 一下它的这个当前的这样的一个上下文是否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那我们在这里面呢，这个地方实际上看到的已经是一个启动了的 debugger 的一个界面了。那左边的话，我们可以在左边看到这个它的这些变量这个变量的一些值包括这个 local variable 里面的这个值。那 xy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xy 呢，就是我们刚才传进来的两个参数值。那这是 xy 是11，然后呢this 点 a1 就是第一个方程的系数a1 是4这个 b1 是-1c1 是10，对，然后或者是我们直接 hover 的这个 this 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它的这个成员变量，它的这个 property， 这个成员变量里面它的这个具体的每个成员变量的值是什么？那这个跟我们刚才在 launch.json 里面配置的这个值是一一对应的是比如说4-1 10 2 1 8，那我们也可以看过来说 OK， 这个值是没问题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会 fail 呢？那我们可以先中断一下这个断点，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先打个断点看一下。打完断点以后呢，同样的这个断点实际上是可以设在这个函数的 public function 或者是任何一个函数的这个函数题里面都是可以设断点的。那设了断点之后呢，我们再次启动 debug， 首先它就会停在这个断点处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是自动执行的时候，其实也是停在这个地方，然后只不过说停在这儿，它会自动会报一个错误。那我们到底来看一下它到底为什么会报错？对，刚才说的一种方法是说，我们可以去用这个表达式的自己计算一下。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debug console， 我们这有一个 REPL 的表达式计算的功能，相当于是你可以在这里面输入一个表达式，然后我们会返回它计算出来的值比如说我输入的这个 this 点 a1 乘以 x 加上 this 点 b1 乘以 y 的这个表达式，最后算出来是3。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表达式的右侧。this 点 c1 是10，于是3等于10嘛，肯定是不等于的，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如果我继续 F5 执行的话，它就会在这儿报错。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会触发一个异常断点，所谓的我们的一个异常断点调试的时候的一个异常断点，会触发在这里的一个核心的根本的原因。那如果你继续执行的话，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错，就是说这 execution failed。就是这个相当于 script error verify， 整个 script 在这一行去验证它是否成立的时候是
是一个 false 的结果，所以相当于这个校验并没有通过。那么对于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概念来说，相当于是解锁脚本并没有完全满足锁定脚本的这个条件。那这个地方就是说，相当于你给出的这个 x y 的这个答案是不满足条件的，所以它一定会在这儿失败。那我们看看怎么样让它通过呢？那这个值其实也比较好算啊，是大家稍微算一下就可以算出来。如果我们的这个 x 是3，y 等于2的时候，这个应该是一个唯一解，而且是一个正确的解。那我们把这个地方在 launch config 里面去把这个传入的参数重新修改一下之后，我们再去尝试去 debug， 我们看看会发现什么。OK， 我们继续 debug， 同样还是断点停在这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单步执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就是 step over F10，看一看。OK， 这一行上面的第一行是检查过了的，因为如果没有检查过的话，这一行就会报错。那么既然执行到第24行，说明第23行已经过了，那么上面的这个表达式肯定是成功的。那么对于第24行这个表达式来说呢，我们可以事先在执行之前，我们可以事先验证一下，看看它是不是会是 true。那我们直接把这个表达式拷在这个 repo 里面，我们去验证一下。OK，repo 里面验证说这个表达式是 true，所以我们预期如果 F5的话，应该是可以顺利执行成功的。我们来试一下 F5，OK，这个最终是成功执行了啊，那说明现在提供的这个参数组32这个参数组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这个解锁要求的一个参数组，那也就是说我们寻求的这样的一个答案，这是通过这个 debug 的方式来验证了这样的一个答案。那么这个刚才演示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也是不光演示了这个如何去启动一个 debug， 然后也演示了就是在 debug 过程中可以去看到一些哪些值啊，或者是用 repo 的怎么样用 repo 去帮助更快更好的去进行 debug。在刚才的这个演示过程中，实际上是做了一些演示。刚才我们演示的是这个 debug 的这个方式，那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加一些单元测试啊，怎么样为这个 Script 加一些单元测试呢？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如何给它加一些单元测试。那我们现在首先刚才讲过了，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单元测试会在 test 这个目录下面。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单元测试里面其实是已经有一些单元测试了。那么为了比如说快速的去开发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拷贝一个过来改一下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快的。比如说我们拷贝一下这个Ackermann 的这个单元测试来开发我们的这个 quiz 点 script test 点 js。对 ，OK，然后我们这个可以在 test 里面 JS 里面，然后找到我们的刚才这个拷贝过来的这个 quiz。OK，这个单元测试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提供了一个 JS 版的单元测试的一个工具啊，就是我们封装了一个 scriptlib，叫 scriptlib 的一个 JS 的这个包，这个包会提供一些跟单元测试以及跟JS 集成相关的一些帮助函数。那这里面我大概解释一下这个，咱们可以通过看这样的一个单元测试来去大概了解一下它是怎么用的。首先呢，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函数就是说 build contract class 是从这个 scriptlib 里面导出的一个函数。然后呢，我们在 helper 里面还导出了一个这个 compile contract 这样的一个 function。那整个单元测试scriptlib script 的这个 contract 的单元测试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是用JS 的抹茶的这个框架来写的。我们可以大概解释一下这个框架是在做什么啊？这个是因为刚才是从 Ackermann 里面拷过来的，我们可能要稍微改一下，比如说
把这个变量名啊什么的都改一下吧，对吧？比如说rename 把这个 argument 全部改成 quiz， 对，然后这个 argument 我也全部让它改名是 quiz， 对，然后对，我们先改完吧，先改完，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到底是在做什么。OK，行，我们先边改边说吧。首先就是说刚才讲到的这个 build contract class 这个方法从 Ascript 里面导 Ascript lib 里面导出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它是用这个合约的一个编译后的结果来反射出一个 JS 的合约类。那这个地方呢，相当于是说我声明，比如说 const quiz 这个类是 build contract class from compile 这个 quiz 这个合约，然后生成了这样的一个合约类。生成这个合约类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 JS 的这个集成过程中，我们相当于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类来用。比如说我这个 new quiz 这个一个消息的这个 quiz 这个合约实例，那我就可以用 new quiz。那当然这个地方传入的这个参数呢，就必须得是它对应的构造参数。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构造参数是这样的一个序列 int 的序列就是它的构造参数的序列。那我们在这儿可以直接放进来，这就相当于是用声明了 quiz 这样的 new 类它的一个合约实例，然后传入它的构造参数。然后呢，接下来呢最基本的有两个单元 test， 一个是两个单元测试，一个是它在成功的时候应该是返回 true， 一个是在失败的时候返回 false。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怎么判断的呢 ？result 等于 quiz， 有了这个合约对象的实例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它上面调用它的这个 public 方法。那这个地方我们因为之前是 demo 那合约的，我们需要改成现在我们这个合约的 public 方法，就是应该是叫 submit answer， 对吧？对吧？应该没写错吧 ？submit answer， 对，确保这样，然后我们可以跑一下，对 ，submit answer， 然后传 x y 两个参数值，然后点 verify， 这个点 verify 实际上也是一个封装在这个 script 里面给这个对象封装的一个验证函数，这个函数就是专门用来进行单元测试的。那它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去验证这个通过调用 quiz 上的这个 submit answer 这个 public function 是否能通过，它会去进行一个检测那如果理论上来说，这个我如果是调3、2的话，它应该是可以通过的。那么接下来我就可以去验证说这个调用的结果应该是它是一个 result 是个 true 的一个结果那同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来验证，比如说我传递一个 quiz 点，刚才我们试了，比如说传了一个33的参数或者是传了一个13的参数，随便吧。那这样的参数的时候，那我传递这样的参数进去以后，我得到的这个结果 expect 这个 result 的这个结果就应该是 false。那这个单元测试基本上就是跟普通的 JS 的单元测试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极简的写了一个极简的单元测试，它只验证了一个正确的情况和一个错误的情况。那我们怎么样去运行这个单元测试呢？可以直接在这个单元测试的文件里面右键，然后选择 Run Ascript Test，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 Output 这个看一下这个 Output 里面我们应该就能看到，对，看到它这个运行的一个结果。那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刚才写的这两个单元测试一次就通过了，对吧？第一个单元测试 return 的是 true 第二个单元测试 return 的是一个 error， 这两个单元测试都已经 passing 了就是说明我们整个这个单元测试写的没有问题。那么
假如说我比如说我第一个单元测试，我想稍微改一下，我改成22，然后我再去运行一下这个单元测试，大家看看会是什么？然后我再次运行这个单元测试，OK，现在它就会告诉我说，我的第一个单元测试已经 fail 了，并且呢，这儿还给出了一个提示错误提示，我们刚才可以看到的一个错误提示这个相当于 verification fail script error fail。那接下来这会给它下面还会输出两个信息，一个是 go to source 那如果我们点一下的话，它应该是会直接打开我们的这个原文件。另外一个是叫 launch debugger， 那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快捷的启动 debugger 的方式。那只要我们压住 command， 然后 click 它，大家看到，那我们相当于快速的又起了一个这个 debug session。那它用的这个配置参数实际上是我们刚才在单元测试里面写的这个配置参数，就是 x y 都是等于2，对吧？我们这个配置参数是 x y 等于2。所以它直接用 x y 等于2的这样的一个参数启动了一个 debugger， 并且停在这个 debugger 的断点处了。那我们如果继续往下调试的话，它一定会在这个断点处失败。对，这相当于是一个如何从单元测试能够快速的启动调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feature 这个 feature 其实在日常开发中也是非常有用的。如果大家在写单元测试的时候，不幸这个单元测试挂掉了，那么你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快速的启动一个合约的调试的这个 session， 去看看到底是为什么挂掉。OK，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改回来以后，清理一下看看，再重试一下。OK， 那么 OK， 这个单元测试也没有问题了。单元测试这个没有问题之后，那下一步我们应该干什么呢？下一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合约在测试网上的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这里面我们又会用到 ASP.NET IDE 的一个新的一个 feature，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UI 操作的这种方式去快速的部署测试网上去部署和调用一个合约。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不用写代码，任何代码就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合约到底是如何在测试网上被如何执行的那么这个步骤的话，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ASP.NET 的这个专有的这个 deploy 的这个 view， 那我们可以现在看到这两边都是空的。首先我们需要编译一下这个 script file 的这个文件。好，那我们可以通过右键的这种方式来编译在右键，然后选择 compile to Bitcoin script。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编译是成功了，然后编译会生成一个所谓的描述文件，就是这个描述文件，比如说我们是叫 quiz.desa.json 这个描述文件。然后编译完成以后呢，我们在左侧的这个deploy 的 feature 的这个按钮里面，我们可以进行 refresh 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会多出来一个 quiz 的这个 contract， 然后这里面展示这个在左侧的这个deploy 的 contract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展示了这个我们刚才编译成功的这个 quiz 的 contract 它的这个构造函数以及它的这个调用函数的一个签名然后当我们点击这个 quiz contract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右侧会出现一个部署合约的这样的一个面板这个地方我们会首先需要填一下里边的这个构造函数相应的这个参数，我们可以来试着填一下就比如说我们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例子来说，第一个参数比如说是4负14负1，我们看一下4负1 10 2 1 8 OK， 这就是我们构造函数里的6个参数，6个系数我们可以填在这儿。之后的话，我们可以这里面下面这个选项 initial output 的参数，实际上就是我们首次创建合约，也就是刚才说的部署合约的时候
需要的一个参数。这个 amount 就是指的是合约内部锁定的金额，那我们可以用默认的这个值10000 satoshis 来做一个默认的值。然后 state 对 state 这块的话，就刚才也讲过，我们这个合约分为有状态合约和无状态合约。那么目前我们做的第一个这个例子 quiz 这个例子，实际上它是一个无状态合约，所以这块我们是可以不用填任何值的，就先放在这儿。之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deploy 按钮。OK，我们可以看到点击了 deploy 按钮之后，那实际上我们就是会创建一个deploy transaction， 并且提交到这个测试网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ransaction 已经是成功的被提交上去了。这儿显示的是实际上是这个 transaction 的 ID。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下方出现了一个 deployed contract。那在 deployed contracts 里面出现了我们刚才所部署的这个 quiz 的一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例它的这个下面有几个属性字段 transactions 是实际上是它的这个相关的所有的这个跟这个合约相关的所有交易的一个子列表。我们可以刚才看到刚才生成的一个 deployed transaction 它的这个 ID 是一个唯一 ID。然后它的这个构造函数的参数我们也会列在这里。然后另外呢，它的这个有一个 submit 的一个 answer 的这个 public function。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 public function， 可以在右侧看到这个 public function 的一个调用面板。对，这个面板里面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上面就是 contract 的这个实例的这个 ID 然后它当前的状态是已经是部署成功的，然后它这个合约当前锁定的这个 satoshis 是10000。然后呢，下面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public function 的这个 arguments 需要是我们来填的比如说我们这 x 我们是填3，y 是填2。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去控制它的这个 outputs。就我们刚才说过了，那相当于我们在 call 这个合约的时候呢 ，inputs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合约之上一个 UTXO， 也就是说它部署合约的时候产生的那个 UTXO。那么如果我在 call 这个合约的时候，我的解锁脚本肯定是对应的是前面刚才说的那个 UTXO 解锁脚本。那我新输出的这个 output 呢，我可以是任意的脚本。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去选择来去控制这个 outputs。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添加一个 P2K-H 的 output， 然后我们选择 P2K-H output， 然后点击 add。这个 output 是什么意思呢？相当于是说，如果我的这个合约调用是成功的，就是说我这个解锁如果通过我传进去的这个解锁参数解锁成功了，那么我可以把这个合约里面的合约里面这个 BSV 打到一个新的 P2PKH 的地址上。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金额我们是可以来做一个控制的那我们现在合约里面的余额是10000，那我们现在向这个地址解锁之后，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输出的这个金额我们可以改成9000，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其实我们还需要有一个1000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实际上是提交给矿工用来他们去处理交易需要的这个手续费。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utput 里面的9000加上给矿工的这个手续费1000，实际上应该等于我们合约开始的时候的这个状态的总的这个 satoshis 是10000。OK，最下面这个 transaction settings 呢，就是刚才说的，它是跟交易相关的一些设置，其实主要包括2个，一个是手续费需要给矿工多少手续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签名的类型。那这里面的话，我们稍后会做更详细的一些介绍。目前我们这里不涉及签名，所以我们可以先用默认值。然后填好这些参数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Call Submit Answer 的这个按钮。OK，
这样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点了这个按钮之后，这个创建了一个新的调用这个合约函数的 transaction，这个 transaction 已经成功被发到测试网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ransaction 列表下面呢又多了一个 submit answer 的这个 transaction，这是它的这个 transaction ID。比如说我们点一下这个 view transaction 的按钮，它会自动去尝试打开一个浏览器的一个界面，然后这个浏览器的界面里面呢，实际上就是测试网上的 test what's on chain 的测试网的一个 transaction 的一个界面啊，大家可以看到大概这个是长这个样子。那在这个 transaction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ransaction 调用 transaction 是有一个 input 一个 output，input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deploy 的这个合约的锁定脚本所在的那个交易，这是它的 input。那 output 呢，实际上是我们指定了一个 P2PK-H 地址的 output。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 total output 实际上是9000个satoshis 0.00009 BSV。那 input 呢是在左侧。OK， 那刚才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调用呢，我们实际上是已经在测试网上成功的创建了2笔交易。第一笔交易就是部署交易，第二笔交易是一个调用交易。同时我们可以刚才看到这个交易这个调用结束之后，我们的这个 contract 的合约变成了合约的这个状态变成了一个 terminated， 说明这个我们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合约实际上已经被调用过了。那么这样的话，你实际上是不能再次调用这个函数的。这个也非常好理解，因为我们这个之前部署这个交易的 UTXO 已经被调用交易所花费了，所以这个合约已经不能再次被调用了，这也是非常理解的，否则你就可以进行双花了，对不对？那这个合约的状态，一次性合约，相当于或者是说我们这种无状态合约的调用，实际上是非常简单一个部署交易，一个调用交易就能够完成这个合约的部署和调用过程。那这个实际上是通过我们这个 UI 的方式给大家展示了一下，怎么样去对一个我们刚刚写的这样的一个 quiz 的合约去创建一个部署和调用的一个两个交易，然后去完成整个部署和调用的过程。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部署和调用实际上都是将真实的交易发送到了测试网上，并且由测试网上去进行了执行。那么最后的话，我们实际上这个在这一步验证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 ，OK， 我们这个合约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对不对？有了单元测试也通过了，然后有这个测试网上我们用这个手动发交易的方式也去验证了，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么最后呢，我们可能需要去做的就是说，怎么样把它集成到我们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线上的 App 里面。那这块儿的话，我们实际上也提供了一些例子，就是刚才说的部署合约的时候，它可以进行一些deployments 的这个部署。我们在这里面也演示一下这个部署。那因为这个比较快，那我之前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部署的脚本。那么这个脚本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在 deployments 的提前准备了好了一个 quiz 的一个部署的一个脚本。我们可以来解释一下这个脚本是在做什么。同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这个 scriptlib 的这个库，然后去导入几个函数，一个是 build contract class， 这个我们在单元测试里面其实上也用到了，然后再就是我们这内部会用到一个 BSV 的库也导出了。然后呢，这个合约本身这个执行的时候呢，就是跟我们刚才看到的通过点击的方式，实际上它的逻辑是一样的首先就是我们在这儿指定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合约里面需要锁定的这个金额，测试的金额，然后呢
比如说是2000，然后我们在这儿从这个DSC 文件里面去 load 出了一个 quiz 的一个 contract 的一个 class 的实例，然后我们在这里边去初始化了我们这个合约的这个实例同样我们初始化参数是跟刚才说的是一致的。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说，我们需要创建一个 deploy 的这个 transaction，并且把这个合约的这个锁定脚本，然后赋予到这个合约的这个 transaction 的 output 的锁定脚本里边。那这块儿下面的这块代码实际上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创建了一个 locking transaction。使用一个私钥地址和加上我们前面要锁定的这个 amount， 然后并且设定了这个交易的 output 的第一个 output 是我们的这个 quiz 的这个 locking script，quiz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合约实例。然后我们用这个私钥去签名这个锁定交易之后呢，我们通过调用这个 send transaction 去把它发送到了这个测试网上。那这块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 deploy contract， 就是我们的 deploy contract 的这个 transaction 实际上在做的事情。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的 unlock 的过程。unlock 的过程，同样我们首先用这个 quiz 点 submit 这个 submit answer， 靠它的这个 submit answer。然后32，那这块实际上是在调用合约的这个 public 方法，然后并且传进去相应的参数，然后我们通过调用这个方法点 toScript 得到了一个解锁脚本。同样呢，另外呢，我们可以用这个 BSV 这个库里面的一个 build public hash out 的这个方式去构建一个 P2PKH 的一个脚本。那我这里面的话，我们会实际上是写死了一个地址 P2PKH 的地址。我们通过这个 create unlocking transaction 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方法，去创建出这个解锁的交易。创建出解锁交易后呢，那我们去那么只需要去设置它的这个 input 0作为的这个解锁脚本，用我们刚才前面这儿声明的这个 unlocking script 相当于是说这一块就是在解锁它的 input 0，把它的用这个 unlocking script 去解锁 input 0。那整个交易构造好之后呢，我们同样的，我们用这个 send transaction 的方式去把它发送到交易测试网上，然后并且打出一个 log。OK， 这个代码其实核心逻辑也比较简单就是发送这两个交易。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去运行这个代码。那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终端里面去直接用 node 命令去运行这个JS 就可以了，就是 node deployment quiz。OK， 当我们初次运行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 error， 就是说我们现在提示说 missing private key 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实际上这个 demo 项目里面默认它是没有填进去一个 private key 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需要去利用新生成的这个 private key 去调用这个合约。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给这个地址里面接一些 BSV 的币。那我们这里也提示到了，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网址去这个水龙头去接一些币。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去获得一些测试用的 BSV 币。首先我们拷贝一下这个地址，然后点击这个打开这个网址。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址左侧就是一个接收这个水龙头 B 的方式。那我们把我们地址填在这儿，然后 OK， 它也通过一下这个 Google 的这个 Captcha 的校验，然后点击 Raw。
OK，它告诉我们已经发送了这个0.1个 BSV 的测试币到我们这个地址里面。那我们再去试一下。对，刚才这个输出的时候，第一个输出实际上是它的这个 private key，我们把这个 private key 拷贝下来，在我们的这个 private key 点 js 这个文件里面去修改这个它的这个 key 的值，我们把这个 private key 值拷进去，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用一个内部已经有了这个 B 的这个 private key，我们可以再次尝试调用一下这个部署合约。命令还是一样的 ，node deployments place， 然后回车。OK，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构造的这个 locking script transaction 以及 unlocking script transaction 都已经是被成功执行了。那么我们可以拷贝这个 unlocking script transaction 的这个 ID， 然后我们同样去这个之前的这个测试网上去看一下，这个 transaction 是不是真实存在。OK， 我们改一下这个 transaction ID， 去查一下。OK，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笔交易实际上是我们刚才拷贝的这个解锁交易。那解锁交易的它的 input 呢，来自上一个transaction 的锁定脚本。那它的输出呢是一个 P2PKH 的脚本。那么到这儿的话，实际上我们所要想演示的整个合约的包括开发测试、调试，然后包括这个部署测试网的这个整个过程，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之前的这个页面，然后刚才所讲的其实包括了整个合约的开发、调试、单元测试、测试网部署和调用以及最后的这个Node.js 的这个集成。下面我们将进入 Q&A 环节，有问题的同学欢迎积极提问，谢谢大家。行，那我这边我看私下我收集了有几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吧。第一个有同学问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合约源码编译以后形成的是锁定脚本的模板，这个是什么意思？不应该是这个锁定脚本本身吗？对，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合约其实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就是说有的合约里面它是有这个构造函数的。那构造函数的这个参数，实际上并不是在编译合约的当时就放在这个锁定脚本里的，而是说合约编译完以后形成这个形成的这个锁定脚本里面有一些是占位符，这个占位符实际上是在合约真正被初始化你需要去实例化这个合约的时候，传入了构造函数的参数以后，它才能真正形成这个锁定脚本。所以我们说，这个合约编译之后形成的这个，实际上输出的是一个锁定脚本的模板它是可以被用来在真正需要调用的产生实例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变成锁定脚本。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吧。还有个朋友问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有状态合约和无状态合约的区别不是很明白是跟交易个数有关系吗？能否举个例子？再举个例子说一下。对，刚才讲的这个，我们刚才讲就是从这个ASCII 的这个从交易上这个分类上来说，我们把这个合约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状态合约、无状态合约。那么实际上，这个无状态合约呢，就刚才也说了，就是一般就是说只有两个交易一般就是部署一个交易，然后调用一个交易，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有状态合约呢，它可能会存在部署是一个交易，然后之后的每一次调用函数都会产生一个后续的交易，那每次交易它都会改变它内部的这个状态。对，这个区分本身其实交易个数只是它的一个表象，就是核心的实质是因为我们把这些比如说一次性的这种合约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无状态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的求解，那你实际上你只需要发送一次这个解题的这个答案，那我们就知道说 OK 这个是不是我要求的一个能够去匹配到我的这个答案的这样的一个一问一答式的这种模式的合约，我们可以就认为它就是一个一次性的合约，对吧？就是你调用一次就结束了，然后之后就不需要，或者说它就不可能被继续再调用了。这一类的合约，我们都可以认为它是无状态的合约，那么一次就可以成功的就可以就结束了的。那么有状态的合约呢，就是相当于是说，每次函数调用它都会改变合约的内部的这个有一个状态，然后呢，这个状态会跟着这个合约的调用的交易的一直的不断的这个调用下去，它的状态会不断的发生改变。那这一类合约实际上是我们之后会讲的大部分的合约会是这种有状态的合约，因为它会比较复杂也然后能够处理更复杂的一些情况。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无状态的这个合约的例子，其实它是比较简单，但是它比较容易理解。对，这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吧，回答吧。对，还有这个朋友问这个合约可以部署多个实例吗？部署多个实例的话是怎么区分的？对，这个合约，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每一个合约，实际上真正在测试网上部署的时候，唯一的它的这个实例的这个 ID，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这个部署 transaction 的 ID 我们可以简单的，或者是说的更准确一点，其实是它的这个部署所在的这个 transaction 以及它的这个 output 的 index 组成的这个 outpoint 的唯一的这个标识，是它的这个合约的唯一 ID。然后你同样的一个合约的代码，实际上因为你可以通过不同的这个部署交易多次向这个测试网或者是向主网上去发这个交易，那么每一次部署实际上都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我们所说的合约实例。那这个合约实例，它是每个合约它是肯定可以有多个实例的那怎么区分？就是靠它的这个唯一 ID 去区分。那么这个不同实例之间，他们的状态这些都应该是独立能够去区分清楚的。那这个之后，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也会讲到比如说怎么样如何去进行更准确的这个合约的一些溯源呀，然后包括就是说你的这个实例之间你不能混用对吧？有可能有的人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比如说像合约伪造合约呀，或者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些攻击。那我们之后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例子去讲怎么样是去防范这种问题但是首先肯定的是一个合约它肯定是可以产生多个实例的。OK，行，那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对，今天可能也是人比较少吧，可能问题也不太多。行，那么今天要不然就先这样吧，然后下一期之后的话，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例子去给大家做一些更复杂的这个合约的讲演今天就先到这里，再次谢谢大家，好的，再见。